中美贸易战再度升温，一场牵动全球经济的风暴正悄然酝酿。美国财政部长揭露中方延迟释出关键矿产，川普扬言做好人到此为止，并宣布加倍钢铁关税，贸易协议岌岌可危。双方首脑通话成为外界唯一寄望。此时的中国早已陷入多重经济危机，港股大跌，房地产销售雪崩，汽车业价格战失控，实体企业倒闭潮汹涌而至，民营企业主沦为负债人，工厂业力无声流泪。若这场贸易战再次全面爆发，中国恐将面临数以千万计的就业流失与深不见底的经济衰退。这不仅是一场关税对决，更是对整个中国经济体制与中共统治的严峻考验。这期节目将带你一探这场贸易寒冬背后的真相与冲击。您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珍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6月1号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表示，中国正在扣上一些双方协议中应该释出的产品。我相信，当川普总统与习主席通话后，事情会得到解决。贝森特在受访时确认，稀土金属就是目前中国延迟出口的核心产品之一。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告诉美国 ABC 新闻，川普本周将与习近平就贸易协商进行对话。至于日期，哈塞特表示还不确定，国际政治动向很难知道，但双方已表达会谈意愿，两国对口官员每天都会讨论。美中曾在5月中与瑞士日内瓦达成一项为期90天的暂时降关税协议，美方同意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附加关税从145%降至30%，中方则把报复性关税从125%调降至10%。此举让双方紧张的贸易战暂时降温，也让中国陷入绝境的外卖出口获得一丝喘息。上周五，川普在其真相社群平台上发文表示，与中方达成这项快速协议，是因不愿看到中国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，大量工厂倒闭，甚至出现国内骚乱。但中方完全违反协议，特别是在关键矿物出口方面，做好人到此为止。当晚，他宣布自6月4号起，对钢铁关税加倍至50%。有了这次的经验教训，如果川普与习近平通话，估计川普不会再手软了。今年对于我们这种做实体的、开鞋厂的人来讲，真的太难了。这位鞋厂女老板表示，刚刚发了200多万的工资，付了500多万的货款，而这些钱很大一部分都是贷款的，因为员工的工资不能拖欠。然后晋江现在就是整个大环境都不好，每个星期都有工厂会倒下。他说，工厂的倒闭造成成千上万的人直接失业。那些拿着高底薪的管理层可能还比较好一点，但是那些拿着计件薪酬的工人，按订单提成的销售人员，日子就很难过了。他们除了要付生活的基本开销，还要还房贷、车贷。他表示，现在让他头疼的是4层楼的仓库满满的都是货，现在大环境这么不好，他们也没有想着要赚钱，只要能够把仓库的这些货先清一清，能维持工厂的正常运转就好。深圳企业主正在集体消失，深圳上万家中小微企业正在生死线上挣扎。这位博主说，他在深圳做了8年的金融，从未见过如此惨烈的现象，订单断崖式下降60%，利润薄过 A4 纸，三角债务缠身的企业主正在和法院和银行之间疲于奔命。更恐怖的是，90%老板的征信有如马蜂窝般的千疮百孔，银行抽贷比催命符还狠，有人抵押住宅换现金，有人借高利贷发工资，而更多的人在深夜的厂房里独自流泪。企业老板们正在经历着比口罩还要残酷的寒冬，说的是你吗？法国外贸银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，如果美国的关税保持在目前至少30%的水平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减少一半，
导致多达600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。如果贸易战再次全面爆发，失业人数可能会飙升至900万人。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在一份新的研究报告中指出，美国高额的关税加上问题丛生的房市，意味着中国经济将面临2大阻力。但习近平并未在关税问题上有做出让步的迹象。《华尔街日报》援引经济学家说，美国贸易对中国经济的重要不可言喻，整体出口约占中国 GDP 的 13%， 其中对美国的出口约占中国 GDP 的 3%。麦格里证券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表示，今年中国整体出口可能下降 10%，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大幅减少。经济学家警告，出口下降对中国整个经济产生连锁反应，并导致上千万个工作流失，以及未来多年难以摆脱的经济衰退。陆挺预估，川普的关税将导致中国损失1580万个就业机会。据星岛6月2号报道，市场忧虑贸易战再生变数，恒生指数当日低开246点后持续弱势，半日收报22778点，续跌511点；科指半日报5044点，跌125点。中指研究院公布今年1到5月百强房企销售总额为14436.4亿元人民币，按年下降 10.8%， 降幅较1至4月基本持平。5月份百强房企销售额按年下降 17.3%， 较4月单月降幅扩大 0.5个百分点。消息一出，多只大陆房地产股大跌，其中龙湖急跌 6.9%， 为半日表现最差蓝筹股，富力跌幅超过 7%， 万科及旭辉分别跌 6.6% 及 5.7%， 而融创及润地也齐跌 4.3%。当日，腾讯、阿里巴巴、美团、京东等股价也纷纷下跌。小米总裁雷军虽然1号发文指5月小米 SU7 交付量超过28000辆，并正全力为小米 YU7 大规模量产做准备，但小米2号开始依然下跌 1.9%。连日急跌的比亚迪也未止歇，再跌 3.2% 至380.2元。比亚迪的这一轮狂跌始于5月23号宣布22款车型降价，最高降价幅度超过5万元。吉利汽车、领跑汽车、上汽集团旗下荣威品牌等也纷纷跟进，引发港股汽车股随后全线下跌。比亚迪工程师张斌告诉希望世界，2季度末需要数据，需要报表，需要销售额，需要排名，拿融资，经销商需要拿返利。价格战才刚刚开始，比亚迪出招不跟就没订单，基本上市场价格就是一周一变。我这汽车圈见过太多的新车上市，第一批车背驰老车主，不是价格背驰，是质量背驰，太多了。买不了一丁点，我告诉你，现在车子打不了5、6折的，这车根本就不值。过7、8月份新车来了，如果改款，电池给你做更换，平台给你做升级，然后价格还降，你就傻了。新势力车企能活就活下去，圈不到钱就要死了。6月2号，汽车股仍持续跌势，除比亚迪外，当日一早开始，吉利就下跌 1.25%， 小鹏、蔚来、理想股价开始分别跌 1.25%、1.6% 及 1.8%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